大家好，我是波叔。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我在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有11斤这么重，我知道那已经是巨婴了。我从出生开始就胖，所以从小都被人叫胖子叫大的。我也不会自卑，我也不会生气，反正我习惯了。在我14岁的那一年，关节痛得很厉害，而且呢，他会跑。这2-3天痛膝盖，过了2-3天以后换到手腕去了，再过几天连脸上的关节也肿了。我父母带我去看医生，最后医生告诉我父母说，像是类风湿关节炎。当时给我吃激素，但激素不能长久吃，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停了，停了以后就吃止痛药。我的童年呢，就是在吃止痛药的日子里面过的。本来我很喜欢运动啊，打篮球啊，医生说不可以运动了，你就不可以运动。我家住在4楼的，要每走一层楼，我要休息一会儿才能够走第2层楼，这么要求我的。然后每一天吃10几颗止痛药，在这种状态下面，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其实生活影响很大。总之，我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然后我去打工，用2只手真正干粗活的。有的时候关节痛，打着弹性绷带，吃了止痛药，继续去工作。其实蛮辛苦的。30岁过了没多久以后，那个时候我稍微有一点肚子了。当时我已经有轻度的脂肪肝了，就是因为轻度嘛，所以也没有重视。那时候我还抽烟，我不喝酒，因为我父母本身都是有高血压的。我记得我在31、2岁的时候，我的血压也开始出现异常了。经过医生检查完了以后，说我有原发性的高血压。我从30出头就开始吃控制血压的药了。我的体重一直不断的增加，我的胃口一直不断的变得更好，一直吃不饱。那么就一直到42岁的时候，体重来到了280斤。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了。你睡着了以后，半夜会突然被呛醒了，半夜醒过来的时候你是大喘气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呼吸机睡觉，不然的话我永远没有正常的睡眠的。在42岁的那一年，我这种健康情况其实是相当不理想。那个时候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有家庭责任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似乎自己应该振作起来，想想办法的。但是那个年代减体重就只有一个方法嘛，就是少吃多运动嘛。我也有下定了决心，请了教练，请了营养师的帮助，每天吃重度止痛药的状态下做超负荷的重量训练，还有有氧运动。我努力了2年半，减掉了100斤的体重啊！我那时候身材很棒的，可是身材尽管很棒，我关节并没有好啊，我血压并没有降下来呀。相反的，我反而免疫力变得非常非常不好了。一个感冒就2-3个礼拜，刚刚好又来，满口的口疮，生一次口疮也要2个礼拜到3个礼拜它才会好。因为一直感冒不能运动了，饮食也就慢慢放下了。我那2年半的努力啊，在未来的后面的15年的岁月里面，我体重全部回来了。在我59岁的那一年，我体重来到了300斤。我的健康情况非常非常糟糕了。这个时候我身体有大约9种慢性病困扰着我。在这15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没有一天没有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我知道我的体重在回来，我知道我的健康情况在恶化，可是拿不出方法来。我说我的故事就是你们的故事，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哈？我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任何人来跟我说你要注意了，我说可以，好的，谢谢，我知道，没问题，我知道。各位想一想看，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方法，没有途径，是一个很无助、很无奈的状态。我们如果不放宽自己的心态，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嘛。我自己有一个跑步机，就放在我的卧室，每天我都看那个跑步机，说我一定要回来。可是我跟你们说，我走到跑步机上去，尽管走路痛得我都受不了，每一步都是痛的，关节痛、脚跟痛，所以那个状态相当的艰难的。到了59岁的时候，我的肾脏科医生警告我了，因为我连续监测我的慢性肾脏病已经很久了，当时已经连续监测了11年了。我的尿蛋白在这11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增加，在我59岁的前2年的时间里面，尿蛋白增加的速度提速了，而且提速的很明显。当时我的慢性肾脏病的状态刚刚开始进入第4期的状态了。那一直以来，当我的肾脏科医生在解释我的肾脏功能的时候，他一直安慰我说，你现在的肾脏功能还有90%，你现在的肾脏功能还有80%。我说那根据我当时的年龄，我已经50多岁了，如果还有80%的话，是不是够我用了？就跟轻度脂肪肝一样的，是不是够我用了？那医生说，那你一定要这样问的话呢，够用也是够用的，
但是呢，它会不会恶化，那就要看情况了。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呢？说实在话，不够重视，因为觉得可能够用了嘛。一直到他告诉我说第4期了。那第4期什么含义呢？他警告我说，根据最近这2年的数据，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会发生，也许2个月，也许半年，也许3年，你的肾脏功能有一天可能突然之间就衰竭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开始洗肾了。我没有办法预测是哪一天了，你听听看这句话吓不吓人了？我听到这一消息以后，我就知道时候到了。我医生告诉我说，慢性肾脏病是不可逆的。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就几乎是判死刑的。那我问我的医生，我说好，即使不可逆，我可以做什么，可以让它恶化的速度变慢一点，有没有？他说那有。我说那你告诉我，第一，把你的血压调整好。我血压当时100的160，吃了很多药的哈，危险。第二，把体重降下来啊。第三，少吃盐，减盐。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是毫无希望的。说实在话，3样东西都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降血压。这一辈子的高血压了，减体重，我15年都想减的了，所以他是做不到的事。这个时候我有一点坐困愁城的感觉了。我女儿当时看到我这个情况，我女儿说她最近读到一本书，她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我女儿读的是英文原文的，我自己读书也读的是英文原文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besity Code， 现在有中文版本的，中文名字叫做肥胖代码。这本书我当时打开来，我只翻了几页啊，我有非常非常大的触动。有可能呢，这个方法有可能是对的。你们要了解啊，15年呢，我成长的不仅仅是年龄啊，我成长不仅仅是我的慢性病在发展啊，同样的，我人生的智慧也是在成长的。如果我要再找一个方法来扭转我的健康跟我的身体的话，它如果不能够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话，我连试都不会试。哪几个简单的条件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个方法不可长久持续的，我不会去试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啊，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去学断食嘛，断食效果很好，可是你可以长时间的断食吗？你做不到啊，它不可长久持续啊。天天让你到健身房里面去跑2个钟头，每天去拉重量器械训练，年轻的时候你1个礼拜做3-4次可以啊。我马上就60岁了，我1个礼拜可以做几次？到了70呢？到了80呢？它不可能长久持续，不可持续的不要做。方法要必须可持续才是好方法，不可持续就不是好方法，这是第一个。我当时给我自己设定的第2个就是智慧的结晶啊，方法跟手段不健康不要做。当时我还有一个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对意志力不可以有过高的要求。如果要用卧薪尝胆的那种态度去做这件事情，成功几率太低了。对自律有一些要求是很正常的，要有高度的意志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呢，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因为如果不符合这几个条件贸然去做的话，做了一段时间放弃的可能性很高的。那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快60岁了，我没有机会再犯错的，我只活一次，我几乎就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在读这本肥胖代码这本书的时候，它给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认为体重的问题就是热量的问题，所以有一个理论叫做热量理论啊。但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到另外一个理论叫做激素理论，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听到的。在这本书里面，我才学习到了胰岛素对我们身体的体重、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产生的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所有的全身心的注意力就全部投入在这个知识领域里面，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然后自己开始身体力行去练习。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饮食里面精致碳水化合物全部拿掉，添加糖全部拿掉。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进行的是所谓比较严格的低糖饮食。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了生酮饮食，我觉得生酮饮食真的是很好。可是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走过去。所以我做了4个月到5个月的低糖低碳，体重迅速的下降，健康情况明显的好转。当4到5个月，我的进步开始进入了瓶颈了，我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经过我自己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的这个状态了。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们，鸡、鸭、鱼肉、牛排，我每天吃我喜欢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我喜欢吃的食物会导致我身体胰岛素的反应，对我会产生危害，我不吃了。对我胰岛素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食物，我通通可以留着。所以我吃得很好，这是第一啊。可不可持续？非常可持续啊。第二个，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有没有饿肚子？
从来不饿肚子，就靠饥饿不可持续啊！只吃一顿午餐，这已经6年了。那你们一定会说，那这不是饿肚子吗？不是的，我是因为不饿，所以我从1天3餐改成1天2餐的。我改成1天2餐了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还是不饿，我才改成1天1餐，说我没有挨饿。然后我1个礼拜还有1天做48小时的断食，细胞自食，对身体健康好处非常大。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对意志力没有很高的要求的，是可持续的，整个手段是健康的。我吃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我对于营养补充剂的追求有我自己的学习跟领悟。那么你就尽管做就好了，你就越做你身体就会越好，它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直到今天我的饮食结构都没有发生改变，我执行了8年多的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它对我人生给我的健康带来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大。在我执行低糖饮食生酮饮食的初期是没有什么运动介入的，因为我健康情况不允许我做很多的运动，所以当时我唯一的运动就是去散步，散步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艰苦的运动了。然后呢，等到我体重掉了大概有70斤左右以后，我开始到山里面去徒步走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很享受。一直到4年多以前，我的年龄已经到了63岁，刚过没多久，我的代谢健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血糖很正常，我血脂很正常，我血压很正常，所有都很正常，我的健康情况有了这么大幅度的改善呢。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往前看？所以当时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就是重量训练了。我自己给自己弄了一个很小的健身房，请了一个教练，每个礼拜来2次。那教练来之前，我自己做有氧，也顺便就热身了。然后教练来了以后，很有系统、很安全的去做重量训练，练肌肉。我做重量训练这个决定是63岁的时候开始做的，到今天我已经做了4年多了。每个礼拜2次的重量训练，从来没有停歇。我身上长了很多很多的肌肉出来，这个我会持续做下去。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身体的肌肉量决定你的寿命，身体的肌肉量决定你的生活质量，投资在这一方面绝对有价值。我在4年以前决定上抖音上来直播讲课，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当时我最想影响的一个人的群体啊，就是跟我同年龄的人啊，50几60岁的，身体有慢性病的太多了。而且在那个年龄阶段，正是他家庭责任最关键的时候了。但是大家几乎都被慢性病困扰，然后呢，大家都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案来。我深深的知道改变饮食的威力有多大。我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今天我的慢性病关节炎不见了，干眼症好了，尿酸平常的时候我的尿酸只有290，我做48小时的断食的时候，我的尿酸会升到400多，很正常的。断食结束以后它又会降下来的。我的甘油三酯大概在0.6、0.7，有的时候0.5。我整个血脂非常漂亮，我的脂肪肝0啊，没有了。因为慢性肾脏病是不可能好，但是呢，我目前慢性肾脏病的状态是回到了第1期，就是它是有改善的这个迹象了。我的医生很明确的告诉我的，他说你这个改善呢，跟我开给你吃的药可能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你继续做就是了。他开给我吃的药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我没有刻意的去吃降血压的药。我今天的血压呢，大多数的时候是维持在70的110，这是我现在的实际状况。我每天睡5个半钟头到6个钟头的觉，我早上起床的时间大约是5点半。我有2家公司，2个外资企业的公司，我是2家公司的总经理，我工作非常的忙碌。我每个礼拜有4个晚上在抖音直播2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经验跟知识，在帮助大家希望帮助大家恢复健康。你们有机会去看我直播，看我的精神状态如何。所以我现在的状态比我42岁的时候的状态好了不知道多少。我鼓励大家，尤其是这个年龄层的朋友，千万不要放弃。你只要愿意尝试，你来学习，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去努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有价值的一课，我们学会了，我们知道食物的威力，食物给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之巨大，我们应该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再影响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从小开始培养一个健康的下一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